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今天我们要试驾的是什么？嘿，就是这辆车，本田 CBR 250R。这个车啊，其实这个车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刚刚拿到驾照的时候，我开的就是这个车。上手就是这个车，这个车还是非常不错的，它伴我度过了我的新手、超级大新手的阶段。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尤其是它这个，底下那个动力，它从一开始那个动力就会感觉让你比较安心的能够直接上手，在新手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并不是像什么250cc 里面的四台仿赛里面，就好像它是它最快，大家就觉得好像它是最快的或者是高转的。其实它这个底下的这个扭力还是非常的不错的，然后新手操作它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的。所以说这个车还是新手的话还是比较推荐的。OK，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去骑一圈吧。OK， 那么现在坐上去的这个感觉，哇！坐上去的这个感觉，以前怎么感觉好像还要稍微，这个车还要稍微高一点，怎么感觉现在这个车好低啊？调一下镜子 ，OK， 两个镜子也非常的，看得非常的清晰。不过这个镜子好像有一点看上去有点扭曲的这种感觉。然后着地感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着地感真的是没话说了。250cc 的话，这个着地感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能踩到地了，没有什么问题。1.55米差不多也能着地了，而且这个车非常的轻啊，所以你是完全可以撑得住这个车的。然后这个车居然还有模式可以调，这个模式现在咱是 Sports 调成Sports Plus。对，这个模式啊，你比如说你一次把它关掉之后，你看这个模式，它又会回到 Sports， 所以还要再调一遍，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不好的一件事情。OK， 我们开始。哇哦，这个感觉，首先上手的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虽然说稍微要习惯它一下，因为这个油门扭起来需要扭大一点。但是呢，这个现在上手的这个感觉的话，感觉屁股坐的地方给我感觉挺深刻的。这个在自己的这个仿赛上面做的时候，它做的非常的前面，坐在那个最窄的地方。而这个的话就是看起来像一台仿赛，然后因为车比较小嘛，所以我坐起来的话就会坐到稍微靠后面，这个坐垫比较大的那一部分这个坐垫，对吧？一个三角形的，对吧？我们就坐在这个最后面的那块大的地方，坐起来还是挺舒服的。哇！这个高扭的这个声音，太夸张了！哇哦！这个声音根本就不输给ZX-25R 呀！这个声音，虽然它是2缸的，这个声音一点都不输给4缸啊！这个太舒服了，这个声音真好原来如此。这个因为这个车不知道为什么离合的合上去的那个点有点远，所以呢我是需要怎么说呢？只要稍微拉那么一点点，其实它就可以和离合就能合上去的。我呢一般都是离合全部拉掉之后，然后换挡的。有一些车的话就不适合这种换挡的方式。这个车的话就属于这个离合可以稍微怎么说呢？稍微轻轻的一拉就可以了，这种感觉不需要全部拉满。N 档，哇 ，N 档真的是唰的一下就进去了。这个 N 档真是感觉无比的顺滑。
到现在为止，这个 N 档真的是这个 N 档真的是顺滑无比啊！而且到一般挑的话会挑到2档里面去，然后它的话在挑到2档里的时候有一个阻力，然后不让你挑到2档里面去，这个就是一下就直接就进在 N 档里面，不会挑错。这个也是很给力啊！这个车的话在现在这个4000多转里面，4000多转、5000多转、6000多转这样上去，它这个震动一直是有的，尤其是手把上面它是有震动的。腿夹的地方倒是没有震动，然后脚踏上面的话微微能感觉到一点，不过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基本上属于震动还是比较小的。随着这个转速的上去，它的震动也不会变大。这个引擎的感觉的话，这个还是挺不错的。毕竟是本田嘛，对吧？这个还是没话说的。250cc 里面这个引擎也是非常的给力了，已经算是。然后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这个油箱的这个感觉，油箱的这个感觉的话，还真是跟 KTM 这个1290超级公爵是很像的。这个隆起的这个感觉，这个简直是一样的设计。这个也是很厉害的一个感觉。还有现在我感觉就是前叉这车的后避震稍微有点硬，这前叉还很软前避震很软然后这个整车现在我现在骑了一会儿了，已经有这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挺瘦的，这辆车很窄然后坐的这个坐姿这个坐姿真的是非常的直起来的一个坐姿，真的是它应该是不能叫做防晒了，我感觉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街车。在这种速度下面，然后加一个3档，然后就能听这种声音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体验吧，我觉得非常不错。在腿夹油箱想把这个车 hold 住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油门一拉大，因为这两边油箱没有油箱铁，有点滑，然后油门一拉，这个人就会往后退。说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坐垫它的摩擦力也不够大，然后油箱那边也 hold 不住，这个还是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的。刚买了车之后，我建议大家是直接买个油箱贴把它贴上，不然的话这个车对吧，一拉一下子上去了之后，然后就把那个人往后带这个腿夹这个油箱要非常的用力的去把它夹住。这种车你看对吧，在这种路上面你拉速度的话，就是这种嚎叫这个感觉，这公升车哪里有能够拉到这种程度这种路上面，对吧？所以说这边的人经常会说250cc 的摩托车是在日本能够各个方面能够发挥的最好的车了。对了，我当年买这个车的时候为什么一直想要大牌？本来的话我也没有打算就是买大牌，当时想想看的话就直接这种车的话就 OK 了，对吧？250cc 的上个班的话完全没有问题。为什么我要去上大牌呢？就是因为我当时非常想要快牌，这是非常非常想要快牌，你知道吧？这个车呢，它因为没有快牌，我自己换挡什么的，当时感觉非常的困难。现在的话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嘛。当时的话，我就非常想要个快牌，然后我就去考了大型，然后去买了 H2 的 SX 的那辆车，它是当时唯一一个马上能够买到的，然后它有上下快排加减档的快排的。当时的 R1 我也有考虑， R1 的话它只有升档没有降档，当时所以我就放弃了。然后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是因为这个车现在它有官方的这个配件，它可以给你好像是花2万日元的感觉，2万日元，应该是2万日元，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万日元，反正它可以给你加一个官方的快排在这辆车上面。
啊，所以的话，这辆车250cc 里面，它在这边也算是卖的贵的。那就如果上这辆车了的话，那么多加一个2万块钱，我觉得非常的值。这个快牌的话，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上快牌的车必须上快牌，这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刚刚我真的是看见听见他在边上，就是还没有变绿灯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旁边，的这样一直拉，我就知道他非要一定要想要冲。这有什么好冲的呢？就是你就一个50cc 的车，你怎么可能跑得过250cc 呢？是不是？而且像这种一开始就如果我也冲的话，这就非常容易出危险，所以我也就没有冲，就让他先开，然后他还对吧？好像怎么说呢？感觉好像很带劲的一样的啊，一定要冲出去这种感觉，何必呢？是不是？所有的这些车啊，我们骑摩托车的这个都是人家这些开汽车的大佬给的命。啊，他们要是稍微一个，比如说开的稍微不好一点的话，我们就没了。所以说，为什么前面这个车开的这么慢？什么情况？这里是限速30吗？大概这里是限速30吧。啊，对，限速30。哇，这个声音，这个声音真的呀真的是在开防赛，我是要变道，OK， 那么一圈也就下来了，现在准备把车还回去。这个车的话，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在250cc 里面的话，这个还是挺给力的。像这种弯，对吧？随便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它这个弯其实并不能算是非常的，能够把车压下去，还是有一点点怎么说呢？这个他不愿意这么躺下去，他非要给你挣扎一下的这种感觉。倒下去肯定倒起来没有这种像 KTM 啊什么或者隼啊之类的倒下去倒得这么顺，一个不是非常好的地方嘛。不过250cc 的话，也够了就是了，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OK， 那么我们一圈也下来了，差不多就这样吧。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